大年30，婆婆让我陪年幼的小叔子玩，说厨房油烟味太重，让我好好休息。谁知年夜饭刚摆上桌，她就让我把小叔子抱回去养。茵茵，爸妈知道你们的辛苦，可你们也体谅下父母的难处。大姑子嘴里嚼着肉嘟呢，能给小姑子请个保姆，把小叔子一起养了，能有多辛苦？一只羊养也是养，两头羊也是放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一反常态的不让我进厨房，让我陪着孩子们，原来是打着这个好算盘。大过年的，我也不想让老公家在中间为难，好言好语地说了下我们的情况，又起身把包里刚取出来的8000塞到婆婆手里，添了小叔子。作为当哥嫂的刚知道一点心意，婆婆放下筷子，将钱推回来。妈不是跟你们要钱，爸妈都老了，家里能指望的只有旭子了。这是打定主意要把没几个月的弟弟塞给我们养了。老公闷着头扒饭，妈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公公正在给小姑小叔喂饭，闻言跟婆婆对视一眼，婆婆立刻唉声叹气地说自己命苦，操劳了大半生，养出的儿子娶了媳妇就不跟自己一条心了。以往只要她这么说，老公一准妥协。果然，老公递夹菜的筷子拧在半空缩了回去。我立刻不高兴地打断：“妈，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不让他孝顺你似的。家里的房车不都是东旭买的？”我说过啥没有？我现在也怀孕了，眼下二丫才1岁多，再养3子，我们一家日子咋过？听我说怀孕了，老公高兴得喜形于色，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。公婆也换上了笑脸，没再提小叔那档子事儿，连向来看我不顺眼的大姑姐都说了几句关心的话，到底还是一家人。我也没计较婆婆刚才的话，还是将那8000当生活费给了，想着多少是那么个意思。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还没起，就听见客厅里都是来拜年的声音。我连忙招呼老公赶紧起来，别让亲戚们看了笑话。就听见大姑在那拔高了嗓门：“哟，这去了大城市就是不一样，拜年的都来了，还被窝里享福呢。”小姑也在旁边一唱一和，可不敢这么说，人家怀孕了，别回头说咱们上门挑礼。婆婆在外边说了几句和稀泥的话，俩人这才将话题转到别处去了。老公过来亲了下我的额头，老家的人就是嘴碎，你别放心上。我点点头，没敢听他的再睡回笼觉，跟他一起出去，先跟亲戚们问好。这次来得很全，感觉结婚的时候关系近一点的亲戚都来了。婆婆招呼着让亲戚们留下来，中午一起吃个团圆饭，又拉着我的手推到亲戚们面前：“我们茵茵啊，那菜做的可好吃了，给你们露一手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这不是故意找事儿吗？别说我平时很少做饭，就是这么10多号人的菜，怎么做？婆婆压低了声音，让我别担心，就是面子上的事儿，到时候还是她来做，我去厨房待一会儿就行。我说要不干脆订个饭店得了呗。婆婆让我别浪费那个钱，再说了，去饭店吃那还有啥亲戚味儿？到了准备中午饭的时候，婆婆被亲戚按在牌桌上脱不开身，人家年轻人做菜，你去厨房掺和啥？茵茵一年到头也回来2次，哪知道东西都在哪儿啊？我就去看看，亲戚们七嘴八舌，都是不让婆婆下牌桌。婆婆为难地瞧了我一眼：“茵茵，东西都在厨房里，有啥找不着的就来问妈，简单做几道就行。”大姑姐坐在沙发上啃苹果：“妈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人家茵茵又不是没长眼睛。”我立刻反应过来，这一家子这就是故意整我呢。果然，老公刚洗了手想来帮忙，就被亲戚们拦住了。哪有大老爷们去下厨的道理？来，
东旭，你过来帮我长长眼。茵茵刚怀孕，肚子这2天也不舒服，我给她打打下手。大姑拽住老公的胳膊不撒手，你可不能去。大老爷们没出正月就下厨，那是要漏财的。我老家跟老公的老家相隔不过100里，哪来的这种说法？那可不，这是习俗，可不敢不信。怀个孕而已，你妈怀你姐的时候都快生了，还去地里拔草呢，哪有那么金贵？我心头火起，示意老公不用来，那我就随便做了。说完自己进了厨房，不是都想当甩手掌柜，非让我一个孕妇伺候吗？那我就好好表现。到了饭点儿，我把自己做好的8菜1汤端上了桌，炒鸡蛋、煮鸡蛋、蒸鸡蛋、煎鸡蛋、炖鸡蛋，萝卜咸菜，几片洗干净的生菜叶，还有冲泡出来的鸡蛋紫菜汤。众人齐刷刷变了脸色。东旭媳妇，你这啥意思？不欢迎我们，让我们赶紧滚蛋是吧？瞧您说的，哪能啊？这不是实在只会做这个吗？再说了，不是说让我随便做2道吗？不会嫌弃我做菜简单，就不要这门子亲戚了吧？那这还有啥亲戚味儿啊？亲戚们面面相觑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还是婆婆出来打圆场，说在小区楼下的饭店定了位置，气氛才和缓下来。我本就一肚子的气，想留下来跟老公一起看着弟弟妹妹休息一下，公婆非拉着我去，说自己不想吃也得顾着肚子里的孩子，还说刚刚都是他俩想的不周全，都是他们的错，不用管老公，一会儿给他打包2个菜让人送过来，毕竟是公公婆婆，又是道歉又是服软的，我也不好继续跟他们闹，只好一个人跟着去了。到了饭店，菜还没上齐，亲戚们就开始喝酒。公公示意我站起来给长辈们敬酒，也算是给刚才的事儿赔个罪。爸，我才怀孕，医生说不能喝酒，不然孩子容易畸形。大姑姐就坐在公公身边，也劝我，你听她的呢，她不鸡蛋里挑骨头，医院早倒闭了。你看爸妈一辈子也不知道医院门朝哪边开，我和东旭不都好好的，我还是没有端酒杯的意思。二叔首先站出来，端起了酒杯，隔着2个人，东旭媳妇，祝你和东旭和和美美，工作顺利。我连忙拿起水杯，嘴里说着吉祥话，想去碰杯，二叔却缩了回去，挡住酒杯。我可不跟喝水的碰杯。一时间，亲戚们都停下来看着我，好像我犯了什么天条一样。大姑姐难得拽了句文的，长辈请，不可辞，人家二叔亲自找你碰杯，你拿杯水装样子，是瞧不起谁呢？婆婆也劝我，茵茵就喝一杯，喝一杯肯定没事儿的。我重重地将水杯放下，手放在肚子上，我可不敢。东旭盼孩子都好几年了，要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没法跟您儿子交代。公公见我打定了主意，端起酒杯将二叔的酒拦了，说我身体不方便，他替我喝。二叔手指头快要点到酒里去，你们就是太惯着孩子，幸好东旭争气，不然儿媳妇不得爬到你们头上拉屎拉尿。几杯白酒下肚，说话更加肆无忌惮。三子也4、5个月了，初6就要跟东旭一起去大城市享福了吧？你们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哟！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夸公婆身体好，福气旺。这么大岁数还能生，一辈子凑了2对好。我琢磨出不对味来，连忙打断：爸妈，不是说好了，小三子留在老家，你们自己养吗？婆婆有些心虚，给我夹了1筷子菜，解释：茵茵呐，你看妈是这样想的，你不是也怀孕了吗？妈带着小三子一起去照顾你，东旭工作忙，家里就1个保姆，我跟你爸也不放心呐。我简直气笑了，
不愿意把弟弟接过去，干脆老的也要跟着一起来。那您这意思是把保姆辞了？大姑姐不乐意了，把筷子一摔：“钱音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妈去你那是去帮忙的，不是去做保姆的。你那点工资连保姆工资都掏不起，家里还不是靠我弟，长兄如父。爸妈现在年纪大了，你们照顾弟妹不是应该的吗？能给二丫头请保姆，把小三子一起养了，能有多辛苦？一只羊养也是养，两头羊也是放。我也拉下脸，不再顾着面子。还有一句话叫长姐如母，你说的这么好听，不然就你把弟妹接过去养好了。”婆婆一听，着急起来：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让你姐养的道理？”亲戚们也连连称是，一股脑的指责我不孝不悌，说话难听，没尊卑敬畏。我冷哼一声：“都泼出去的水了，就别硬要掺和娘家的事儿了吧。”又转头面对公婆：“生孩子本来就是要负责的，光生不养算怎么回事？既然自己都知道现在的身体养不了，干嘛还一个一个的生？生完个妹妹扔给我们就算了，现在又生了个弟弟，还要扔给我们养，这不纯当我们是冤大头吗？”公公气急，噌地起身上前，伸手就给我狠狠一巴掌，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。虽说年纪大了，但毕竟是个男人，力道之大，扇得我脸火辣辣的疼，耳朵嗡嗡作响。我双手攥拳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站起身来，拽起绒布，将转桌一把掀翻，桌上的饭菜四溅，弄了亲戚们一身，有些盘子摔在地上，碎了满地。不想让我们好好过日子，那就都别过了。当天我便打车回了我爸妈家，将事情告诉他们之后，我爸妈也气得够呛。我妈心疼地拿鸡蛋给我滚脸消肿，之前瞧着亲家也不像不讲理的人，咋现在这样呢？我爸叹了口气，当初他家那二丫头就不该答应他们帮着养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二丫出生那年，老公刚升了高管，公司老板也答应要给他原始股，他担心父母的身体。我那会想的简单，只要有钱，请个保姆带孩子做饭，能有多难？真接过来才知道，养孩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但后悔也晚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婆婆、大姑姐和老公拎着点水果和饮料上门来了。爸妈虽然生气，但事情总得解决，便打开门让他们进来了。婆婆一个劲儿地为公公那巴掌道歉，大姑姐也小心地陪着笑脸。茵茵，那天都是姐说话有问题，都怪姐这张臭嘴。说着抬手拍了自己脸2下子，凑过头来：“你要还生气，你打我2巴掌。”老公也跟着一起道歉，还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。我爸松了松神情，话都说开了就好了，但是有一样，咱得事先说清楚。我闺女跟你们回去可以，让她再替你们养孩子。没门！老公一家人满口答应下来，姿态摆得极低。于是吃了顿午饭，我便跟他们回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公公正在陪弟妹玩，见我进门了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哼了一声：“架子真大，全家都得围着你转。”脸上的肿还没消干净呢。我也懒得理他，换上拖鞋便进屋去了。反正在家也待不了几天，事情解决了就行。我懒得跟他掰扯。初6走的那天，公婆一大早就起来忙活，往车里给我们塞东西。我还稍微有点感动，谁知还没到第1个服务站，我看见后面盖东西的毯子动了一下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直到我回头盯着的时候，毯子又动起来才确定。老公连忙找了个地方停车，打开后车门，我俩都傻了眼。公公婆婆竟然把弟弟装在篮子里放在后座上了。
我气得直哭，让老公快点开车，把孩子给他们送回去。一路上，我一边照顾二丫头，一边又得给弟弟换尿布、泡奶粉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好不容易到了家，才发现家门紧锁，公公婆婆根本不在家。邻居家老太太说，她今早遛弯时看见公婆拎着箱子，说去女儿家住几天。我再也绷不住，质问老公：“你家里人到底想干嘛？”老公看起来也真是不知情，沉着一张脸打电话。可无论是我的电话、老公的电话，公婆和大姑姐都不接，我气得浑身颤抖。你不是有姐夫电话吗？打他的，实在不接，我们就开车去你姐家。老公犹豫起来，他姐和他姐夫感情本就不和，正在闹离婚。要是知道他家这点糟心事儿，指不定人家怎么想。李东旭，你还顾你姐离不离婚？把她抱回去，咱俩自己的日子都没法过了。大环境不好，老公的单位融资上市失败，原本说好的股权激励也泡了汤，养俩孩子再加上房贷本身都捉襟见肘了，再加一个，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去。二丫头牙牙学语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抹眼泪。喝西北风，喝西北风。老公咬咬牙，一脚油门开到了他姐家。他姐嫁到了周边的一个村子里，村里人爱热闹，正凑在他家说话打扑克。看到我们开车来，以为是来串亲戚的，连忙走了。可屋子里的烟味呛人，一时半会儿散不尽。我只好抱着二丫站在屋外头，让老公把孩子抱给公公婆婆。屋里开着窗子，声音清晰可闻。老公没提扔孩子这回事儿，就说弟弟想爸妈，离不开人，我们这就要回京了，所以把弟弟送过来。又跟姐夫说了几句寒暄的话，给姐夫爸妈留了500块钱，直接就出来了。姐夫和他爸妈都在，公公婆婆也不好说别的，一脸不高兴地抱过孩子，连话都没跟我说一句。回京之后，我的生活再次步入正轨，公婆也没再提过让我们养弟弟的事儿。直到孕5月，婆婆直接抱着弟弟找上门，我才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打消念头，就等着我肚子大起来，自觉能拿捏得了才来。一到家就开始找保姆的事儿，说家里收拾的不好，菜做的不合口。我也不想跟他废话，问他这次来是什么打算。茵茵，请一个保姆，就是白天看看孩子，做顿饭，收拾收拾屋子，就要大几千。妈过来帮你们，不要你的钱。以前刚结婚的时候，又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，老在他儿子和我中间挑拨关系，我可不愿意挺着个大肚子，每天回家都一脑门子官司。显然老公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妈，这阿姨可是好不容易才请来的，做事利索，人又本分，哪能说开就开？幸好人家下工走了，这让人家听见多不合适。再说了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能让您来伺候我们？爸一个人在家，也没人给他做口饭。见婆婆抱着弟弟，一脸不乐意，又道：“您要是觉得养3子压力大，我跟茵茵每个月再多给家里2000块生活费，就当是给弟弟的奶粉钱，再多给1倍的生活费。等生了孩子，自己家都得紧巴巴的。不过也算是破财免灾了。”我面上不太高兴，吃了2口就回屋去了。过了3分钟，把房门开了个小缝，听婆婆的态度：“旭子，我知道你家在中间为难，也怪爸妈没本事，但爸妈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把你拉扯大，让你上了大学，有了出息，爸妈没亏待过你吧？你姐才上了几年学呀，家里从来不是啥都紧着你，你孝顺，妈都知道，是不是茵茵不同意呀？你也别啥都听老婆的，她都怀孕几个月了，还能跑哪儿去？
老公皱着眉头，将剩菜放进冰箱。妈，跟茵茵没关系，您别老对她那么大意见。她拿来说老公的这一套，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一跟儿子要东西，就要拿大姑姐没上大学来说事，可那也是因为她学习不好，又不是因为家里穷的只能供一个人上学。为了老公才没书念，现在才刚来，又在背后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走出去假装喝水，问婆婆这次来待多久，我帮她订回家的票。婆婆猜到刚才的话被我听到了，面上有些尴尬，才来，待2天再说吧。我打开手机，开始查大后天的高铁票。妈，给你订商务车厢吧，带着孩子舒服一点。这2天，要不让东旭请个假，陪你转转。婆婆讷讷地说不用，我便点点头。那您这2天想吃什么就告诉阿姨，想出去转转就让东旭给你订票，把孩子暂时先给阿姨看着。我跟她说好了，让她辛苦2天。婆婆知道我厉害，也没反驳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朝自己儿子使眼色。老公当没瞧见，去厨房收拾碗筷去了。回到卧室的时候，老公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直呼老婆高明。我拍着二丫打了个哈欠，你别放心的太早，真这么简单就好了。2人互相给对方打气，约定好婆婆在京的这2天，一定都打起12分的精神应对。第2天，大姑姐便出现在了我家门口，说她跟姐夫彻底过不下去了，已经在走手续，过来只是来看看我们，待2天就走。我满腹狐疑，大姑姐那花花肠子可比婆婆还多，可人都站在门外了，也不能直接轰走，只好让她进来。大姑姐堆着笑脸说让我们正常去上班，不用管她和婆婆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上班了，总觉得不踏实。吃午饭的时候，跟我关系不错的小姑娘神神秘秘地压低了声音让我看手机。原来大姑姐竟然用自己经常直播的视频号发了一条视频，内容就是说婆婆来京伺候怀孕的儿媳妇，儿媳妇嫌她是乡下人，都不如保姆，刚来就赶她走。人老了就是遭嫌弃之类的，视频下都是不明就里的人跟风骂视频里不孝的儿媳妇。视频已经快100万赞了，她还故意找了角度，露出结婚照里的我，而老公根本没有入画面。评论区已经有人扒出我的地址和单位，大姑姐竟然还给那条评论点了赞。我顾不上生气，连忙给家里打电话，只是很久都没人接，又给阿姨打了3遍那边才接。刚接通就是一顿指责，说我想辞了她，直说干嘛还投诉到她的单位去，真的太过分了，还让我赶紧把这个月工资结给她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也能猜出来，应该是婆婆和大姑姐搞的鬼，合适的阿姨太难找了。我月份大了，还指望人家能帮我，视频的事儿放在了一边，跟领导请了假，急匆匆的就去了家政中心。家政中心说上午接到家里打来的投诉电话，自称是我，投诉阿姨态度不好，又懒又馋，能力又差。我好说歹说，才撤销了投诉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阿姨没办法再去我家工作了，新的阿姨要等1、2个月再上门，让我考虑考虑。我几乎要被气疯了，一心想着赶紧找到那母女俩，问问他们怎么就这么看不得我们过得好。才刚出电梯门，就见门外站着我对门的邻居一家，见我来了，让我赶紧开门，说刚听见我家小姑娘一直在里面哭，现在没动静了，正商量着要不要报警呢。我吓得眼泪都要飙出来，哆哆嗦嗦的赶紧打开房门，客厅却根本不见有人。正想去卧室看看，
卫生间传来水的咕噜声，我连忙冲到卫生间，只见二丫的脑袋探在马桶里，正在喝水，看是我回来了，噔噔地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，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又喊渴又喊饿，我的心揪着疼，把老公也喊了回来，一起商量怎么办。我真是不敢相信这世上能有这样的妈，这样的姐姐。视频的事儿先不说，就把刚2岁的小孩子一个人关在家里，都不说一声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磕着了碰着了，自己跑出去了，那怎么办？我都不敢想。老公也后怕不已，打了一圈的电话都说不知道。这俩人惹了这么多事儿出来，竟然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根本找不到人。那个视频还在持续推流，我找人发澄清视频，根本没人看。我去报警，这个视频这么大的流量，肯定足够立案。老公却不同意，说什么都不让我去。我急了，你就怕你妈你姐留案底？我和宝宝的安全呢？要是出现极端的人冲上来打我骂我呢？说完，我也不理会他怎么想，直接找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。警察说，只要这个 IP 在上网发布任何的视频或者开直播，他们都可以快速出警。可没等警察到，婆婆和大姑姐就找上了我。我当时正在领导的办公室商量想早点休产假的事儿。老公的收入是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，3天2头请假在家肯定不合适。就算这期间我们在其他家政公司找到阿姨，也要有人在家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放心。正说着，就听到楼底下传来大姑姐的声音：“前因，你个不孝顺的恶媳妇，阻止老公尽孝心，把婆婆赶出家门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？”我气得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领导当即给我批假，让我处理好家里的事儿，生完孩子调整好再来上班。我下楼的时候，大姑姐坐在地上喊得正起劲儿，园区的保安拖都拖不动，婆婆抱着孩子往上凑，根本没人敢碰。看我来了，婆婆缩了缩脖子，藏在大姑姐的身后。大姑姐喊得更起劲了：“看，就是她，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嫌弃我妈是乡下人，在她家住不到1天，就让我妈滚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老公想帮帮自己的亲妈都不行。你们大家伙讲讲理，还有人性吗？”周围的人立刻将我们围在中间，指指点点地骂我不孝，但也有认识我的同事说我根本不是这种人。我上前去抢喇叭，根本抢不过来，只好扯着嗓门把前因后果都说了。你们现在这么闹，不就是想把我工作闹没，回家给你看孩子养孩子吗？但是你们打错算盘了，生育期间内公司不能无故辞退我，我不让老公帮你，婆婆你自己非要生，生下来又不养，道德绑架自己的儿子帮你养孩子，一个不够再来一个。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周围的人这才明白其中缘由，绝大部分都改了风向，觉得婆婆做得过分了，也有少数几个认为再怎么样都应该帮父母一把的。婆婆梗着脖子呛呛：“我花我儿子的钱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儿子帮娘，天经地义。”我感觉肚子隐隐抽痛，实在不想再浪费口舌，直接拨打了警察的电话。没等到警察，人便晕了过去。醒来的第一时间就去伸手摸自己的肚子，老公连忙握住我的手：“没事，宝宝没事儿。”我急怒交加，对着他捶，最后打累了，抱着老公开始哭。我一直都觉得过日子是俩人的事儿，反正你父母啥样，1年见不了2次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但是李东旭，这种日子我不能再过了。要是解决不了，咱俩就离了吧。老公也红了眼，让我别瞎想，肯定能解决好的。去警察局的时候，孩子在警察怀里抱着睡觉，
婆婆和大姑姐刚做完笔录，婆婆拉着老公的手，涕泪横流，一直念叨着害怕。大姑姐也吓坏了，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，说想和解，毕竟是家里人干的事儿，警察的意思也是能私了最好。我不看他们母女两个，也不愿意签谅解书。老公打进了门，就没说话，直到婆婆颤颤巍巍的要跪下，才一把拦住。妈，车轱辘话我就不说了。这几年，儿子给你买房买车，替你照顾二丫，每个月生活费按时按点的打。没跟您念叨过一句吧？可儿子心里苦啊，你怎么就见不得儿子过2天舒心日子呢？非要儿子媳妇孩子都跑了，成了孤家寡人，一门心思的为您和我爸我姐活，才高兴是吗？婆婆哭成了泪人，一直摇头说不是。老公抹了抹眼角，妈，您这么多年有一次问过我在外边过得好不好，工作顺不顺利吗？明明有了我和我姐，为啥非得这个岁数要二丫和小三子？有为您儿子我考虑过一次吗？您儿子的心也是肉长的，也没3头6臂呀。这些话，老公从没对任何人说过，包括我。他总跟我说，爸妈不容易，能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。我把纸巾递过去，老公推开了没要。姐，妈这么些年没少贴补你吧？妈的钱哪来的？你心里明镜一样，我没管过一次吧？你朝我借钱也不止1次2次了吧？我朝你要过没有？妈也好，你也好，总拿你没上大学这事儿跟我念叨。但是你平心而论，当年你的成绩上个大专都勉强，真是我碍了你的路吗？连向来看我不顺眼的大姑姐都说了几句关心的话。她整个调解室只剩下婆婆的哭声和老公压抑的哽咽。警察赶紧在中间说和，我刚要签字，老公却直接抽走了笔。这事儿要这么过去也行。姐，你必须在自己的视频号发澄清并道歉。妈，你抱着孩子赶紧回老家去，生活费按4000，我每个月都不会少1分的。但是超了这个数，除非有看医生之类的必要支出，我不可能再多给。你也别想着跟我爸继续来闹，再有下一次，我带着茵茵搬家，您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吧。婆婆哭得撕心裂肺，一个劲儿的捶打骂老公不孝顺。老公依旧不改决定，铁了心地要制定好和公婆的距离。最后哭累了，闹够了，只得答应。从警局出来的第2天，婆婆便和大姑姐一起回老家去了。我挺着大肚子找了1个多月的保姆，才找到个不错的，但是价钱比原来高了1000。老公说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用得放心。我深以为然。婆婆和公公很少打电话过来，一开始老公还有点失落，后来渐渐也看开了，觉得只要他们不来找麻烦，就是万幸。预产期快到了，我问二丫头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她一本正经地说，梦到了个很漂亮的大姐姐，说了嫂子肚子里是男孩。我假装撇嘴说，可我喜欢女孩呀。二丫便抱着枕头爬去自己的小床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漂亮姐姐，让她给嫂子换个女孩。后来我生了个胖乎乎的男孩，取名为李一满。他说有我，有二丫，有我们的宝宝，他心满意足。二丫听了这名字，哭了2小时。她说老公取的名字太随意了，她感到很没面子，应该叫李奥利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快要结婚，出于优生优育原则，我和胡宁远去做体检。拿着体检报告，我给胡宁远发信息，宁远，如果我不能生怎么办？过了许久，他才回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我盯着手机里的文字，感动了一番，但还没进门，未来准婆婆的声音传来，不会下蛋的母鸡，
我家可不能要。胡宁远嗤笑：妈，这不正好？除了我就没人要他了。你想要孙子的话，石瑶愿意替我生。我静静站在门外，默默把他的体检报告放回包里。我手机里还没说完，不能生的是他，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我家可不能要。还没进门，准婆婆的声音就从门缝处钻了出来。我眯了眯眼，收回要开门的手。这房子是爸妈给我准备的婚房，我跟胡宁远先住进来。赖春花知道我不喜欢他跟我们一起住，嘴上说不会打扰我们，却总喜欢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过来。他还有个不关门的习惯，这不被我听了个正着。我的老天爷呀，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你们一起5年没有避孕，她居然还没怀上，这下可好了，真检查出来了。赖春花激动拍手，她不能生啊，话里话外都是嫌弃。她劝胡宁远跟我分手，你跟他分了，你再找一个。方婷婷一身大小姐脾气，还不能生，谁愿意娶回家供着？胡宁远轻描淡写：妈，你眼光能不能别那么狭窄，只想传宗接代？然后他说，方婷婷是独生女，家里那么大的厂，娶了她，我就是半子，她不能生正好。方家的财产和厂子以后不都是我的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我脑子里忽然就闪过吃绝户3个字，我一口气堵在胸口，不上不下，堵得我心慌、愤怒、生气、不甘，乱七八糟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我跟胡宁远说不上多爱，他毕业就进了我爸的厂，从一个管培生做起，勤奋踏实，很快就当了小主管。我爸有意栽培他，一路带着，现在已经是副总。我毕业后也进了厂，跟着爸爸学习。胡宁远处处对我体贴关照，孜孜不倦暧昧了2年，最后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。爸爸觉得他知根知底，也默默赞成，一切水到渠成。上个月他求婚，我也想趁年轻生孩子，也就答应了。我家连彩礼都没提，我爸甚至还倒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。他对胡宁远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对我好。胡宁远当时深情款款，一口答应。爸，你放心，婷婷是我命中的女神，我不会辜负她的。我们的恋爱没有波澜壮阔，没有刻骨铭心，我觉得就像细水长流。我以为感情就是那样，殊不知，满满都是胡宁远的心计，害我白瞎3年在他身上。我盯着那扇木门，赖春花的声音陆陆续续传来，也是不要彩礼的女人，也不是人人都能像你那么有本事娶到。他又问，以后没孩子怎么办？胡宁远哼笑一声，回答：妈，你还担心这个？我想要孩子的话，我兄弟愿意给我生。兄弟？我愣了愣，想起来他说的兄弟是谁，是胡宁远从小玩到大的同村同学，他的女死党王诗瑶，性格大大咧咧，总喜欢在我面前跟胡宁远勾肩搭背。胡宁远总开玩笑说他女死党、女兄弟，就算王诗瑶脱光了躺他床上，他都没感觉。我还真傻乎乎信他们纯友谊了。这时候听他说话语气，估计脱光交流很多次了。但是他女死党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呀。闻言，赖春花见嘻嘻一笑，然后让他接下来1个月好好表现，别去拈花惹草被我发现，先结了婚稳住我，其他以后再说。我不管，你妈我以后至少要有2个孙子，现在放开生育了，多子多孙是福气，你有条件养得起，多生几个。胡宁远连连点头，行行行。我停在门外，安静地听了一会，反而冷静了下来。我在手机里的话还没说话，不能生的是他。吴京，
我默默把胡宁远的检查报告放回包里，推开大门，装作一副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赖春花脸上瞬间涌上心虚，见我一脸坦荡，才撇了撇嘴，端起一副准婆婆的嘴脸来说：“什么叫阿姨？都要结婚了，你得改口叫妈。”我把新买的 LV 包丢在沙发上，然后一副逛街累坏的模样，瘫倒沙发上，笑说：“这不是还没结婚吗？”赖春花不满地嘀咕了一句，看到我放下的包包，拧眉又说：“怎么又换了包？你以后嫁给了宁远，可不能再像小姑娘一样大手大脚了，要勤俭持家，那才是好女人。”我笑笑，瞧她那脸心痛的样子，好像我花的是她的钱似的。赖春花一向看不起我这个厂二代，觉得我就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个有钱老爹，才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活脱脱一个高傲小废物。自从我们准备婚礼以来，她开始以婆婆的身份自居，话里话外想给我立规矩，这可不能够啊！既然我是高傲小千金，这人设的立好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爸的亿万身家？我没心没肺地笑了笑，装作听不懂她的话。阿姨，想什么呢？胡宁远的那点工资都不够我做一次美甲，我花的是我的钱。我不着痕迹地炫耀了一番，胡宁远脸色有些不好看，赖春花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什么你的钱？他的钱？以后你们结婚了，那都是你们小家的钱，这可不是那样说。婚前财产、婚后财产还是要分得清的。赖春花瞪大眼，嫁入胡家大门，就是胡家人，她还要滔滔不绝。胡宁远立刻出声打断：“妈，婷婷是个独立的人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能力赚钱，她自己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这跟持家不持家完全没关系。”胡宁远温柔地让替我按起肩膀来，讨好说：“我老婆不能因为嫁了人就降低生活品质，以前是个小公主，以后还是个小公主。”不得不说，胡宁远的演技是真好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接下来才是胡宁远真正发挥演技的时候。因为李诗瑶来了，我也没关门，他直接推门而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一手搂过胡宁远脖子，大咧咧地夹在腋下，揉了他头发一把，那动作熟练的一气呵成。宁远，下周一晚上我的单身告别 party， 你是我哥们，一定要来，我亲自来请你。如此殊荣，你高不高兴？李诗瑶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，然后才敷衍地给我打了个招呼：“婷婷，我兄弟给我告别单身，你不会吃醋吧？”他们两人就这样在我面前打打闹闹，李诗瑶整个胸都贴在胡宁远身上，他一动就避免不了蹭来蹭去，但偏偏是他一副坦荡正经的模样，让人很容易忽视这细节。现在看了，恶心的我想吐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怎么会？你们是好兄弟吗？但是你未婚夫不会吃醋吗？李诗瑶嘟嘴，得意道：“他敢，看我不收拾他！”1周后，李诗瑶的单身告别派对，胡宁远早早就去了。回来的时候烂醉，看得出跟兄弟玩得好高兴，衣服上全是香水味。胡宁远醉酒只会睡成死猪，一句胡言乱语都不会有，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会从他嘴里探出什么话。我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密码，但我曾偷偷录过我的指纹。胡宁远在我旁边睡成猪，我成功解锁手机，然后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，我得给他们一点惊喜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出一个微信号码，然后把聊天记录一顿发。巧了，王诗瑶男朋友是我同校师兄，他一定很感兴趣。李诗瑶的婚礼在市里最大的酒店举行，双方父母、同学、朋友，足足摆了50大桌筵席。
胡宁远作为女方从小穿着一条裤裆长大的兄弟，被安排在最前排的位置。我跟着胡宁远出席。新娘出场时，胡宁远眼睛一直放在李诗瑶身上，嘴角含笑，一副老怀安慰的模样，还说：“我还以为她那么粗鲁，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呢。”我浅浅喝了一口红酒，可惜了，你们青梅竹马。我第一次见她来厂里找你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你女朋友呢。胡宁远皱起眉，不悦道：“跟你多少遍不要胡说，我们只是兄弟。你们女人就爱胡思乱想，诗瑶就不会像你这样猜这个猜那个的，疑神疑鬼。”我说了一声抱歉。婚礼主持人是行业有名的主持，幽默风趣，短短几句话就调动了全场的气氛。全部人都聚精会神看着台的新郎新娘，郎才女貌。只是新郎的脸色过于严肃，但是距离远，也没人留意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屏幕上。主持人，现在请我们见证新郎新娘从相识、相爱和相守的经过，请播放 VCR。 随着一阵优美的旋律响起，全场灯光都暗了下来，屏幕开始滚动播放聊天记录。聊天记录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头像，且称之为男主和女主。而聊天内容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女主：我今天是穿婚纱，你过来帮我看看合不适合。这句话挺正常的，可是男主回复：不用看也知道不合适，你什么都不穿最合适。女主回了个娇羞的表情包，然后对话越来越诡异。还没试过穿婚纱，迪奥，你过来，我穿给你。男主马上跟上：要不要我代替？女主说：不要，我不喜欢。男主回了个贱兮兮的表情包，担心问：如果怀孕了算谁的？谁娶我就算谁的。你真坏，不过我喜欢。聊骚记录毫无下限，已经不能用暧昧2个字形容了，而是赤裸裸的约战。记录里穿插着婚纱照裸足、裸背的诱惑角度。聊天记录停止在晚上9点，然后凌晨2点又更新了上去，是2人事后热汗淋漓、赤条条抱在一起的自拍照，床上乱得一塌糊涂，看得出经历了一番激战，还能看到床上脱下来的婚纱。这2个头像就是李诗瑶和胡宁远。台下宾客的表情可谓一言难尽。李诗瑶是背对屏幕的，她并不知道屏幕放的是什么，还一脸娇羞地挽着新郎的手，直到新郎一手将她甩开，并给了她一巴掌。李诗瑶摔在地上：周正，你疯了吗？你家暴我！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少兄弟来了吗？我看得津津有味。他的兄弟胡宁远还在一脸黑呢。新郎抢过主持人的麦，面沉似水：今天感谢各位见证我们的离婚，请大家尽兴。接下来真的十分尽兴。今天是周正兄弟和亲戚聚得最齐的一天。众人眼睛纷纷转向我身旁的胡宁远。胡宁远脸色惨白，向我解释：婷婷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我脱下订婚戒指，塞到他胸前口袋。不好意思，胡先生，请称呼我方小姐。我们分手了，你找你的兄弟过吧，他现在是漩涡中心。我才不要殃及池鱼，连忙把他身边位置空了出来。周正的兄弟一拥而上，而另一边，周正的7大姑8大姨也抓起了李诗瑶：你个不要脸的婊子，居然堂而皇之给我弟戴绿帽！那边胡宁远被男人群殴，这边李诗瑶被男方女家属围着扒婚纱，婚礼现场鸡飞狗跳。而我已经拿起电话打给公司人事总监，从明天开始解除胡宁远在公司一切职务，正式解除劳动合同。胡宁远还挺敬业，1天前闹得那么大，
第二天他还有心情到厂里上班，不过鼻青脸肿，好不狼狈。但可惜，公司已经删除掉他所有指纹，连大门他都进不去，他就一直赖在公司门口。我在办公室看着监控，看到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焦急地在公司门口走来走去，企图尾随进出员工或者客户进来，一脸暴力。前台小姐姐害怕地进来，说胡总有话要跟我说。我丢给他一个纸箱和律师的名片，这是他私人物品，你还给他。有什么话，让他跟我律师说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胡宁远给我发过很多信息，无外乎就是认错求原谅。一时糊涂，他说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他说都是李诗瑶勾引他，他是一时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才出轨了一次。我一直没理他信息，他哄着哄着，开始不耐烦了，开始拿出一本正经的语气来。婷婷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，不要像小女孩那么任性，这是我们的私人事情，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即使我真的对不起你，也应该公私分明。胡宁远急了，鲜少有人像他那么顺利，毫无背景资源的情况下，普通家庭出身，在30岁前能当上一个千人大厂的副总，都是我家给的机会和我爸的提拔。跟我提什么公私分明？我开除他，才是真正的公私分明。婷婷，现在是公司 IPO 的关键时候，你能不能顾全大局，不要任性？等公司上市了再说。他算盘打得真响，还想公司给他分股份呢。我一直没有回他短信，跟他说一句话都觉得污了我眼睛。他耐心用尽，终于说到了他关注的点上。作为公司总经理，你这行为已经属于违法辞退，是要双倍赔偿给我的。我在公司那么多年，足足要100万。在商言商，我倒是可以跟他聊两句。我在键盘上飞快打字，是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辞退你的，1分钱补偿没有。你不满的可以走法律途径。胡宁远发了一条语音，语气很是失望。婷婷，我一直努力将你培养成职业经理人，没想到你还是那么任性。胡宁远在公司门口骂骂咧咧，我以严重影响公司经营为由报警。帽子叔叔来了，他才愤愤离开。离开前还对着监控撂下狠话：方婷婷，公司违法解除合同，我会用法律手段保护我的合法权益，到时严重影响公司形象和信誉，后果自负。笑死，自己出轨新婚妇女，满城皆知，脸都丢尽了，先管管自己的脸吧。收到仲裁调解通知的那天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仲裁庭上，胡宁远的律师振振有词，方小姐因为胡先生出轨为由，以他违反公司制度辞退，这是违法行为。请问方小姐，你公司员工手册有些不允许出轨吗？再说，你们还没结婚。胡先生的行为并不属于出轨。违法辞退，按照劳动合同法，需要赔偿2倍工资，合并精神损失费，共计120万。120万都够在我们市买个3居室了。胡宁远坐在一旁，昂首挺胸，自信满满。120万对他来说可以说是躺赚，他的算盘打得真精。但我笑了，谁说他是出轨辞退？我跟律师打了个眼色，律师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，严肃道：胡先生在职期间多次收受供应商贿赂，拿客户好处费，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用私人账号收受货款，这是属于侵占公司财物的行为，他已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，这是证据。我一直知道他有时候收一点好处费，但爸爸说水至清则无鱼，他只眼开只眼闭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既然要跟他分手，
这笔账还是要理清楚。这都是我这1个月收集的证据，不查不知道，原来那么多。仲裁委看到桌上那笔人高的证据，已经傻眼了。而胡宁远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恼羞成怒：“方婷婷，这么多年，我自问除了李诗瑶的事，我没有一件对不起你，你怎么就做得那么绝情？难道我们几年的感情，你说放弃就放弃了？”我不痛不痒，用他的话回他：“你当了几年总经理，还这么公私不分，你实在叫人失望。我不是在跟你讲私人事情，而是公事。”我瞪他，严肃道：“职务侵占属于公诉案件，我一旦报警，证据确凿，检察机关会起诉你。胡宁远，建议你回头捋捋你吞了公司多少钱，咱们私了。我可以当作没事发生，但如果你坚持主张劳动赔偿，我也奉陪到底。反正要坐牢的不是我。”胡宁远脸色白了白，我看着他吃瘪的脸色，心情一阵舒畅。渣男，不爱我，背叛我，还想姐放你一条生路，当我傻吗？我掌握大堆证据，胡宁远没再坚持所谓的违法辞退赔偿，想要的120万全打了水漂。仲裁结束后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，我按下接听键，赖春花的咆哮几乎划破我耳膜：“方婷婷，你这个女人真狠毒！宁远只是跟其他女人玩玩，你竟然要告他坐牢！你这种女人，活该生儿子没屁眼。不对，你根本生不出来，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这辈子都绝后了。”我电话有录音功能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一句不辩驳，让他骂了个爽，然后道：“赖女士，侮辱他人是违反治安条例的，严重者会构成犯罪。我电话有录音，需要我报警吗？”两母子一起坐牢，一家团圆。赖春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撂下一句更难听的话，然后挂断电话。接下来，在我律师的努力下，搜罗了一堆证据。胡宁远正值男人职场最好的年华，他不会想坐牢，只能跟我私了，给公司吐回了200多万。我爽快地给律师付尾款，200多万对胡宁远来说是大出血，他急需回笼资金。他没有选择找工作，而是创业。我爸的厂是机械厂，他凭着从我厂里带出去的技术和资源人脉，很快就搭建起新公司，终于当上了老板。他卯足了劲要做出成绩，几乎复刻我公司的经营模式，拼命挖我的客户。但他出轨和婚前约炮的丑事早在同行里传遍了，跟没有道德水准的人合作，谁都要掂量一下不利影响。胡宁远急需挽回名声，他开通了社媒账号，记录跟王诗瑶从小到大的相处点滴。读书时，王诗瑶揍欺负他的校霸，他借作业给王诗瑶抄，结果一起被老师罚站走廊。考上大学后，王诗瑶给胡宁远送行，往他行李箱塞了10斤酱菜，追着大巴跑了2公里，诸如此类，反正两小无猜，情深意重。在视频里，胡宁远泛泛思考，诗瑶才是我的真爱，但方婷婷对我死缠烂打，我才一度怀疑我对诗瑶只是手足之情。我很纠结，方婷婷不能生育，她只有我不想伤害她，不成想，我最后伤害了2个女人。我想对他们说一句对不起。胡宁远给自己是社媒账号签名是重生，大概意思是甩掉了我这个不能生的，终于跟青梅竹马在一起了。经过他的塑造，他成功将自己打造成默默守护青梅的深情人设，我成了仗着有钱对他死缠烂打的舔狗。他还很大度的了我的账号，说不怪给我透露他个人隐私，传播淫秽内容，还谢我成全了他们。我恶心的3天吃不下饭。
胡宁远在我同个小区买了房子，开始跟李诗瑶正式同居，还给李诗瑶在公司安排了副总经理的职务，一副夫妻搭档双双把关闯的模样。我就纳闷了，李诗瑶是体育生，毕业后一直在教培工作，对商业和管理一窍不通，真不知道她怎么当的副总。我每天10点才出门去厂里，李诗瑶好像故意跟我踩点，总要在小区门口跟我狭路相逢。她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职场套装，一副女强人的模样，不屑地瞄了我一眼，得意洋洋道：“方小姐，上班呢？”我点了点头。这是她婚礼不欢而散后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她脸皮跟胡宁远一样厚。方小姐，我要谢谢你把阿远还给我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2个还无法正视自己的感情，不能走到一起。我皮笑肉不笑，不客气啊，祝你们早生贵子。王诗瑶摸摸肚子，眉飞色舞。当然，我跟阿远都很喜欢孩子，将来打算生4、5个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没打算那么早结婚。他说他还要和胡宁远多过点2人世界，要把之前耽误的日子补回来。说罢，王诗瑶甩了甩秀发，踩着高跟鞋走了。王诗瑶和胡宁远总是在小区秀恩爱，我爸有时过来看我，看见他们这副模样，都气得面红耳赤，叫我搬回别墅。不啊，我在这看乐子呢，后面还有精彩的，我才不搬。他们秀恩爱没多久后，胡宁远就高调求婚。胡宁远在闹市租了一块3D 屏幕，晚高峰时间滚动表白情话，求婚现场高调奢华。在所有路人的关注下，胡宁远亮出2克拉钻石戒指，单膝跪地：“瑶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李诗瑶感动落泪：“我愿意。”这天经事，霸总高调求爱，成了传奇。历时短短3个月，我又受邀去喝喜酒。胡宁远和李诗瑶的婚礼办得很隆重，他们2个为了表示自己大度，特意搞了一张前任桌，只有我和周正2个人，有点像搞孤立针对，但新郎新娘都不要脸了，我还怕丢脸吗？我一个人吃吃喝喝，不用碰杯尬聊，不知多自在。周正一个人低头喝闷酒，脸上写满厌恶。此时音乐响起，新娘缓缓从红毯走来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婚纱的设计都是要凸显身材的，紧身裹体之下，王诗瑶腹部微微隆起，非常明显。难怪着急结婚，原来是怀孕了。家长席上的赖春花笑得合不拢嘴，双喜临门，有够他开心的。我看了周正一眼：“师兄，别不高兴，给你看出好戏。”我放下酒杯，掏出手机，给赖春花发了信息：“赖女士，不好意思，之前跟胡先生去体检，体检报告忘记给他了，麻烦转交一下，是胡宁远的无精体检报告。”我还贴心建议，让胡宁远不要讳疾忌医。医生说，治疗个3、5、7年，还是有可能生孩子的，虽然几率很低。看他肚子大小，算算时间，肯定不是李诗瑶前夫的，那会是谁呢？我放下手机，向赖春花看过去，只见赖春花看完信息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两眼瞬间一睁。就在李诗瑶爸爸把他的手交到胡宁远手上时，赖春花突然从观众席窜了上去，一手将胡宁远拉开。这婚不准结！赖春花抓狂尖叫：“你肚子里的孽种是谁的？”胡宁远大叫：“妈，你干什么？”赖春花大喊：“儿子啊，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，她出轨了！”赖春花拿出手机，打开她的体检报告，这里明明写着了：“你无精啊，她不可能怀孕啊，孩子不是你的，她给你戴绿帽啊！”赖春花瘫在地上，捶胸顿足：“我那么好的儿子啊，你们一个个要糟蹋他！
我不活了，全场一片哗然，看戏的、唏嘘的、意外的，表情应有尽有。周正愣了愣，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。今天的婚礼真好看。胡宁远飞快地夺过手机，一目三行，身体猛然一晃，缓缓看向李诗瑶。李诗瑶也懵了，嘴唇发白：“不是的，阿远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李诗瑶兄弟那么多，不知他要怎么解释。胡宁远犹豫了，女方家人不干了，这是第2次因为胡宁远让女方再一次颜面扫地。不管是不是你的，你求的婚就要娶，男方家人也不干了，这便宜爹谁爱当谁当，这婚不结了。两方吵架，吵着吵着就从吵架上升到斗殴。王诗瑶兄弟多，被殴得最多的还是胡宁远。在一片鸡飞狗跳中，胡宁远突然抱腹蹲了下去。他有胃痛的毛病，时不时就脸白胃痛。这次胡宁远直接晕了过去。王诗瑶大叫一声：“阿远！”我啧了一声，精彩之处呢？说晕就晕。我和周正哈哈大笑。这天，霸总豪华婚礼成了笑话。胡宁远只在医院住了1晚上就回了家。他跟王诗瑶吵了一架，竟然和好了。几天下来，我都看到他们2个手挽手在小区散步。这天上班时，我又在小区门口碰到王诗瑶。我随口提了一句：“胡先生那么快就出院了，没检查出来什么吗？”王诗瑶像炸毛的猫一样，恶言恶语：“方婷婷，你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跟穷山恶水的刁民一样，一开口就诅咒阿远？他轻描淡写，只是一点胃炎而已，犯得着住院吗？”王诗瑶咬牙切齿：“你肯定是恨不得他死。”我挑了挑眉，以前胡宁远犯胃痛的时候，我就紧张得要死，劝他去看医生，他懒得去。我就吩咐家政阿姨多给他煮养胃的食疗，有时候太疼了，我帮他按着暖宝宝1晚上。那时胡宁远一脸感动，夸张地说没了我，他得痛死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多此一举。估计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些动作就很多余。我耸耸肩，算了。本来我还想说上次体检还有一份 CT 报告，显示他胃部有阴影，初步考虑是肿瘤。既然他们自信满满，我也没必要再多事了，省得他们说我咒胡宁远死。行吧，祝他身体健康哈。他们怎么和好的？我有点好奇。医院有我认识的熟人，熟人告诉我，王诗瑶送胡宁远去医院时，在他病床前哭了许久，说什么他是被周正退婚伤到心了，去酒吧借酒浇愁，喝醉了被人有机可乘。他也不知道坏的是谁的孩子，就以为是胡宁远的。李诗瑶男孩性格，第1次在胡宁远面前哭那么惨，然后胡宁远就原谅他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吵吵闹闹的多大声，整层住院部的人都被迫听着这个狗血故事。熟人开玩笑说：“活久见了。”我算了算这时间，他1个月内至少睡了3个男人。我被楷模呀。然后过了2周，王诗瑶的肚子又瘪了下来。王诗瑶把孩子拿掉了，他们一家3口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又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。小区居民都说他们一家真是千年奇葩。但自从那天后，胡宁远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的差，不是心情不好的脸黑，是那种病态的脸色。王诗瑶流产不到2周，又恢复了那副青春靓丽的模样，总是在我面前炫耀胡宁远怎么喜欢她。今天古驰包包，明天施华洛项链。她现在以养身子为由，不去公司上班了，就天天跟闺蜜逛街消费买东西，把自己捯饬成上流社会的贵妇一般。她嫁胡宁远算是嫁对了。我是富2代，
花钱如流水，从来不委屈自己。跟胡宁远恋爱之后，我也没委屈他，生活标准对标我，早养成了高标准生活水平。他现在是老板，更加不会在生活上让自己掉逼格，处处大手大脚，连带着王诗瑶也把自己当贵妇，过上富家少奶奶的生活。但胡宁远有多少家底，我清楚得很。他之前从我公司贪的钱吐了出来，剩下积蓄用来创业，厂房、设备、人员、材料，处处都是钱，他肯定是要贷款的。背债的情况下，还偏要花大钱搞豪华求婚和结婚仪式，把钱花在这种地方上，毫无理智可言。我从同行那里得知，他已经欠了供应商几个月货款了。这个情况下，王诗瑶还这样花钱，就不知道他们以后知道胡宁远病情，还有没有钱治病。王诗瑶处处都要和我攀比。我背了新包包，第二天他也换一个包包。我带了卡地亚腕表，他也跟上，入手劳力士。直到那天，他买了一台保时捷。胡宁远下班回来，在停车场见到他的车，脸色瞬间黑了，当场发飙：你刷了我90万信用卡，就是买了这一辆车。我现在在创业阶段，公司还没有盈利，我天天加班都到凌晨，精打细算赚那点钱，我都几乎喘不过气了。还有，我们住的房子还有房贷在呢。你花钱能不能别那么大手大脚？我从新车下来，老远就听到他们在停车场吵架。王诗瑶还委屈上了，我就买个车，怎么了？养老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也是你说的，当你老婆就不能比方婷婷寒酸。我原来开的破车才20几万，我都没脸出去见人了。胡宁远深吸了一口气，压着满腔怒火：你怎么跟他比？他是富二代，有的是钱，但我现在白手起家，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？王诗瑶脸色瞬间一变，妆容精致的五官都有些扭曲，不依不饶：胡宁远，你就是还想着他是不是？凭什么他当你女朋友就能养尊处优，我当你老婆就得跟你吃苦？说到底你就是不爱我，真是一对颠公颠婆。此时王诗瑶看见不远处吃瓜的我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我抬起手，将鬓边的碎发往耳后一勾，露出耳珠上的新耳环，某品牌最新款，不贵，5万而已。我嗅了一把，又把王诗瑶刺激到了。她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自己耳朵，空空如也。多大的人了，还玩攀比？我早初中开始就不喜欢炫耀了，但现在对着王诗瑶，居然有种恶毒富家女碾压绿茶的爽感。王诗瑶恶狠狠道：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。此时我的副驾驶上下来一人，黏糊糊地贴上我后背，嘴唇碰了一下我耳珠，然后对胡宁远道：这位女士说的没错，老公自然是要养老婆的，比如我，婷婷喜欢什么车我就买什么车。胡先生有实力，怎么自己老婆卖个车都不行呢？自己的女人自己宠吗？这是我新交的男朋友，跟我门当户对，身家过亿，不会有吃绝户的风险。跟胡宁远相比，高下立见。胡宁远震惊地睁大了眼，看了看郭君瑶，又看了看我，露出一副鄙薄的表情来，阴阳怪气道：方婷婷，你移情别恋还真快，才几个月又交上新男友了。我扑哧一笑，反讽：比不上你们哈，你们还没结婚就怀上了。胡宁远脸色彻底黑了。王诗瑶被我讽刺了一把，愤愤地看着我，恨不得将我掀皮拆骨了。胡宁远和王诗瑶这天在家大吵了一架，声音大的隔壁楼的我都能听到。王诗瑶发疯似的大哭大叫，
最后把家里东西摔了一通，吵得楼上楼下投诉了好几次。我听着他们吵架，觉得还挺悦耳的。郭君瑶一手还了上来，低沉道：婷婷，这时候不是应该想我吗？我钻进被窝，他们吵到大半夜，最后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开了进来，又把胃疼的胡宁远送去了医院。接下来，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胡宁远回小区。同行告诉我，他将新公司低价转让出去了，说是需要沉淀一段时间。我听了呵呵一笑，高端人士的叫法就是不一样。什么沉淀？不就是摆烂或者等死吗？我跟郭君瑶打得火热，已正式同居在一起，搬去了他的别墅。原来住的小区已经很少回去了。这日我回去搬点东西，却意外地在门口遇到捧着鲜花的胡宁远，一身精致合身的西装，挺拔高瘦。他站在那里，来往小妹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以前他追求我的时候，也曾天天在楼下等我，标准24小男友。保安跟我说，他在等我，已经连续半个月了。等我，我有点意外。保安小哥抓耳挠腮：方小姐，胡先生每日都在小区门口守着，影响很不好，但他也是业主，我也不好赶他。你看，我挑了挑眉，微微一笑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况且还是心怀鬼胎的深情。他凭什么认为一束花几天等待我就会心软？看着婷婷，胡宁远见到我，两眼一亮，巴巴地往上凑，满脸悔恨：婷婷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是我被王世尧蒙蔽，我跟他都伤害了你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深情款款：我们一起5年了，我不想放弃这段感情。婷婷，我还爱着你，你给我个机会好吗？以前是我错了，你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我绝不还手。婷婷，我爱你。说完，胡宁远还单膝跪下，将花举到我面前，十足的诚心。大庭广众之下表白，也就只有他这个厚脸皮了。过门前不少路人驻足，对我们指指点点，还有不知内情的，甚至起哄起来：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我们这个小区是郊区高档小区，平日里根本没那么多人路过。我瞧了一圈起哄的人，眼神稚嫩又清澈，分明就是一群兼职的大学生。好浪漫呐！如果我男朋友这样跟我表白，我马上就嫁了。姐姐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胡宁远挺会制造氛围的，想让我大庭广众之下不好拉下面子，换来我态度软化。他想的还真美。我摇头，不行哦。我晃了晃右手，无名指上是一枚闪亮的钻石戒指。胡宁远双眼瞪大：缺钱的话，建议你上网络众筹。现在胡宁远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。那天他送去医院，反复胃痛，终于是知道怕，进一步检查发现胃部有肿瘤，而且已经发生了转移。他肿瘤病情属于不上不下的阶段，光做手术没有用，后续还要化疗、放疗、进口天价药，需要长期抗癌。他已经预料到以后烧钱会像无底洞一样，所以才匆匆变卖了公司。而王世尧知道的那一刻，已经卷走他的钱，开着跑车玩失踪了。他不想死才找到我，我都要笑死了。癌症、无精、出轨、已婚 buff 叠加满满，他居然觉得我还会看上他。我看着像个大冤种吗？我进一步解释，我怀孕了，补充了一句：当然不是你的。胡宁远举着鲜花的双手颤抖起来，两片嘴唇一张一合，但愣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他看了好一会，又不死心问：我不信，我们一起5年了，你就这样放下我了吗？你跟他结婚都是气我的是不是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我都替他尴尬。胡宁远，别搞笑的，
我们一起5年，你不还是背着我跟你的好兄弟滚床单吗？我爸栽培了你8年，你不还是侵占公司财产，还想吃我绝户吗？我高声质问，跟我谈感情，你配吗？骂完，顿时神清气爽。我放下一封请柬，我下个月结婚，记得早点到，单独给你开一桌前任桌。如果还活着的话，胡宁远没再有脸来找我。他另替西静选择自救，他的社媒账号换了风格，定位是抗癌英雄，每日分享癌症生活和治疗过程。霸总劈腿富家女，高调示爱第三者后遭遇出轨，再到患癌破产，满满都是话题。他接住了这波流量，一下子成了抗癌大 V， 还带起货来。有人分析他赚了几十万，有人说带货大 V 少说有几百万。这个时候，王诗瑶出现了，他要求离婚并分割胡宁远的财产。你那些收入是我们的婚后财产，理应有我的一半。我们离婚了，我自然能分走一半。胡宁远不肯给，也不肯离婚。王诗瑶就说要他的账号。胡宁远经过一系列治疗，现在已经瘦成了皮包骨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头上只剩稀疏几根头发，没有一点以前意气风发时的帅气。王诗瑶看他的眼神里都是嫌弃。我毕业后也进了厂，跟着爸爸学习，果胡宁远瞬间火冒三丈，怒吼：我现在病了，你却突然失踪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留在我身边照顾我，而不是提离婚。但王诗瑶理所当然，尖声反驳：是你生病，又不是我，凭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受罪？在这之后，他们两人总在病房吵架。王诗瑶缠着要离婚，胡宁远不肯，他就在病房大吵大闹，严重影响住院管理。渐渐的，胡宁远发现王诗瑶肚子大了起来，才知道他缠着要离婚是找到了第三春，急着跟情人结婚。王诗瑶趾高气扬，摊牌了：阿远，你不能怪我呀，你不能生育，我好不容易怀一个宝宝，我要给他一个家。胡宁远再一次戴了绿帽，以他自尊心，肯定是不肯喜当爹的。但这次很意外，他就是不离婚，宁愿老婆怀着偏夫的孩子，也要将这段婚姻维持下去。王诗瑶傻眼了，对胡宁远态度愈发恶劣。赖春花解气了，嘲道：你想撇下宁远？没门！本来以后我就想抱养一个孙子，现在你坏了，你以后安安分分，我就不追究你出轨的事，这个孩子留着，我就当是我孙子了。王诗瑶不依不饶，两方人马总在医院撕逼，甚至闹上法院，最后也还是没有判离。从法院出来后，胡宁远应该太过激动，忽然倒地，紧急送去了医院抢救。抢救之后，王诗瑶乖乖在医院伺候了2天，但这次胡宁远没挺过来，死了。赖春花在病房里哭得撕心裂肺，王诗瑶干净利落地办好了出院手续，联系殡仪馆，追悼会一开，大火一烧。1天后，胡宁远成了一抔骨灰，他和王诗瑶的婚姻也自然不存在了。守寡，什么年代了，还守寡？法律规定，夫妻一方死亡，婚姻关系自动终止。我有权再婚，并且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阿姨，王诗瑶对完赖春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高高兴兴去找新男友，却在高铁站被警察拦下。病房监控拍到，胡宁远抢救后，王诗瑶偷偷拿掉了他的氧气面罩，导致胡宁远病情加重，最后不治身亡。他涉嫌故意杀人。王诗瑶慌了：我没有。他说他喘不过气，我只是把面罩拿开，让他透气而已。空气有氧，一样吸，有什么区别？这解释就挺荒谬的。最后，王诗瑶被押上了警车。
这一年，我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家庭美满。果然，远离渣男才能幸福一生。